从很多史料中可以看出，失去幽云16州后，后晋的继任皇帝石从贵一生都在试图修复这一错误。他甚至已经无比接近成功的门槛，只是命运没给他弥补的机会，导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。这个过程中，各种离奇出现的阻碍，使这桩遗憾往事充满了浓浓的宿命论，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历史终究是不肯原谅石敬瑭的无耻行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举个例子，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初也是对突厥低眉顺眼。李世民在公元626年刚登基时，甚至发生过屈辱的渭水之盟，但李世民回首就把东突厥连窝端了，这段屈辱的往事自然变成了忍耐一时的韬光养晦。反而言之，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，石从贵如果成功收复幽云16州，石敬瑭的历史评价是否会变成越王勾践式的人物呢？这桩令人诟病千年的交易是否会变成另一个白登之围？下面让我们穿越回那个年代，缅怀一下这个壮志未酬的热血青年。公元942年，石敬瑭去世，养子石从贵继位。此时的石从贵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颇为自信，自从登基之日起，就怀有讨伐契丹、收复幽云16州的念头。他给耶律德光的第一封奏表便一改石敬瑭往日谦卑的口吻，称孙而不称臣。耶律德光还在疑惑，怎么称呼都变了，这个干孙子是不是吃错药了？随后就传来令他震惊的消息，开封城里石从贵正在派兵大举查抄契丹人的店铺、货物和钱财。耶律德光闻讯大怒，马上派使者前来交涉，石从贵却不肯见使者，由侍卫亲军马步指挥使景延广传达了自己的意思。中国士马耳所目睹，翁怒则来战，孙有10万横魔剑足以相待，他日为孙所败，取天下笑，无悔也。大意是，我的实力你也知道，不服就来干我，我等着你，只不过如果被我打败了，你不要后悔。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闷声发大财到战狼的转变。石从贵有跟契丹翻脸的底气吗？起码在这个时期，他自认为是有的。后晋刚刚建立，石敬瑭要攻打洛阳李存科时，需要既信任又有能力的人镇守太原，以防后院起火。在考虑这个人选时，耶律德光和石敬瑭同时把目光对准了时年23岁的石从贵。于是他被任命河东节度使，年纪轻轻便得到旁人难以企及的锻炼机会。几年后，安从容反叛，石从贵在协助石敬瑭讨伐时，对战场形势、战役走向的分析以及临场作战中都爆发出惊人的军事能力。换言之，石从贵的军事能力确实是及格的，但他的弱项在于政治能力太弱。他在贸然对契丹发难的同时，没有很好的稳定朝廷这个大后方。大家还记得桑维汉吧？没错，就是他鼓动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的。此时的他仗着两朝元老身份，率先站出来反对与契丹开战。当然他知道石从贵的火爆脾气，所以言辞比较委婉。他建议石从贵不要着急，有十足把握再跟契丹翻脸不迟。石从贵和主战派景延广对桑维汉毫不留情面，大加斥责。桑维汉这个后晋最有能力的宰相自此开始一言不发。对外，石从贵把2个最重要的节度使也全得罪了。首先，一直忌惮石敬瑭生前的心腹河东节度使刘知远，大事小情从不与其商量，试图将其边缘化。刘知远当然心知肚明，由此怀恨在心。至于顶替赵德军坐任平陆节度使的杨光远，不久前曾向石敬瑭借调一批人马，石敬瑭自然知道平陆节度使掌管11州的分量，这批人马又不多，就当送给杨光远了。结果石从贵一直挂念此事，登基不久就要求杨光远赶紧归还。杨光远吓坏了，以为石从贵要收拾自己，马上给耶律德光写信，曰：境内大饥，公司困解，乘此计攻之，一举可取。竟然直接投降了耶律德光，并劝其趁乱攻打石从贵。石从贵把封疆大吏和当朝宰相全都得罪的同时，又任人唯亲。首先是冯皇后的哥哥冯玉，
由一名小吏直接提拔为户部侍郎、端明殿学士，进入核心决策层。然而这个冯玉却是个无能又贪婪的人，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，人人自危。军事上，石从贵又重用承德节度使杜从威，原因也很简单，杜从威是他的姑父，这更加得罪了等待朝廷重用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。刘知远最看不起这个杜从威，认为他胆小懦弱，军事能力拉垮，由此也与朝廷日渐疏远。与此同时，后晋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是岁春夏旱，秋冬水，黄大起，冬自海软，西据龙底，南于江淮，北抵幽蓟，原野山谷，城郭庐舍皆满，竹木业俱尽，民馁死者数十万口，流亡不可胜数。也就是说，后晋此时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，已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。看到这里，想必所有人都倾向于桑维汉的意见，应该暂时休养生息，不能贸然发动战争。但石从贵的头就是这么铁。在这种朝廷不稳、封疆大吏离心离德、社会经济全线崩溃的大环境下，毅然决定与契丹宣战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在没钱、没粮、没援军的三无情况下，石从贵就决定开战了。此举颇有点慈禧向八国联军开战的神韵。耶律德光感到受到极大的羞辱。短短3年中，后晋和契丹爆发了3场大战。公元944年正月，耶律德光御驾亲征，兵不血刃占领贝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。随后大军直逼邺城。邺城是开封的门户，一旦丢失，开封必失。见形势危急，石从贵也决定御驾亲征，死磕耶律德光。后晋与契丹的第一次交锋就这样爆发了。后晋参与作战的阵容是：归德节度使高行周、河阳节度使符彦卿、右神武统军黄甫玉、陕府节度使王周、左羽林将军景延广为作战总指挥。一半向北进发，正面迎击契丹大军的同时，另一半则分兵去收拾投降契丹的平卢节度使杨光远。契丹这边则是由耶律德光迎战石从贵的主力部队，耶律德光的弟弟耶律麻台分兵去救援杨光远。战役的结果是主力部队这边基本上打了个平手。耶律德光先是包围高行周和符彦卿，随后被石从贵率兵救出，分兵击杀杨光远的部队，却获得不小的胜利。黄甫玉打败耶律麻台，斩首加上俘虏，总共1万余人。主力部队那边首场战役打个平手后，双方进入焦灼态势。几个月的对峙和不间断的小战役，谁也没占到便宜，反而全都伤亡惨重。耶律德光粮草不济，萌生了退兵的想法。第一次战役就这样结束了。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占优的前提下，后晋仍然能与契丹打个不分伯仲，可见战斗力还是很强的。反而契丹的战力很迷，全方位优势下居然寸功未见。不过耶律德光此次回城闹得天怒人怨，因为既然是撤退，他也不装了，沿路烧杀抢掠，景延广怕遭遇埋伏不敢追击，河北的老百姓就倒霉了，几乎被抢个精光，因此民怨极大。石从贵为安抚民心，表面上处罚了景延广，却不料景延广心胸狭窄，没理解皇帝的处境，反而感到十分委屈，从此开始酗酒，一蹶不振。石从贵见他心态如此脆弱，也感到此人不堪大用，赶紧重新调整朝廷格局。他向桑维汉致歉，并许诺重用，继续派兵讨伐叛徒杨光远，同时把刘知远和杜从威整顿起来，命他们在边关防守，抵御契丹的突袭。表面上似乎一切在慢慢恢复，实际上这样的安排反而埋下更大的隐患。因为冯玉和桑维汉不和，刘知远和杜从威更加不和，无论是内部外部的重臣，相互之间都没有合作的可能。刘知远对皇帝的人事安排不满，他手下的人也煽风点火，比如郭威，也就是后来的后周太祖，此时他还是刘知远的亲信。他们互相交谈时说，河东山川险固，风俗尚武，士多战马，静则擎驾色，动则袭军旅，此霸王之资也。可见野心勃勃的刘知远这个时候已经准备坐山观虎斗，伺机对石从贵取而代之了。
暗流汹涌的情况下，契丹还是来了。同年12月，耶律德光再次出兵南下，此次吸取前次教训，一路稳扎稳打，首先到达邢州驻扎下来。石从贵闻讯，探听到耶律德光此次率重兵前来，担心邢州人马较少会被对方全歼，于是通知邢州的兵马后撤，与大军会合，保存实力。哪知邢州守将张从恩没能贯彻石从贵的用意，他吩咐手下撤退时没安排好，导致大军人心惶惶，转瞬变成了大溃逃。耶律德光趁机追击，一路摧枯拉朽，连邯郸都顺带被攻破了。石从贵大吃一惊，决定还是御驾亲征。他在公元945年2月率军迎面碰上契丹大军。耶律德光见到他的大道，也不知怎么想的，竟连夜又悄悄开始撤军，估计是上次被打出心理阴影了。由此后晋兵不血刃，迎来了第二次战役的全胜。石从贵信心大增，认为收复幽云16州指日可待，马上令重兵北上，与承德节度使杜从威会合，趁胜一举先收复幽州再说。哪知这个环节出了岔子，杜从威听闻契丹撤退，想趁乱追击，并异想天开抓住耶律德光，立下不世奇功。前面提过，耶律德光此次撤退前并未交战，因此军力没有受到影响。他听说有晋军在后追击，不禁大怒，马上率8万骑兵杀了个回马枪。刘知远也确实没看错，杜从威这厮只会打便宜仗。他见耶律德光大军气势汹汹，掉头就跑，结果还是慢了，被对方骑兵团团包围在白团卫村，同时粮道也被切断，陷入绝境。耶律德光也重燃斗志，决定先消灭了这伙不开眼的家伙，也不撤退了，继续南下，直取开封。是曰：契丹主坐大西车中，令其众曰：晋军只此耳，当尽擒之，然后南取大梁。五代时期的军队常年战争，几乎没停歇过，所以战斗力和求生意志都异常强悍。后晋的军队虽然被围，仍然没丧失斗志，反而准备与契丹决一死战。当天晚上刮起大风，契丹在外围放火，准备将晋军全部烧死。众将士赶紧找杜从威，希望他率军突围。不料杜从威却说：四风稍缓，徐贯可否？也就是说，不急，等风小点再说。当时在场的众将里有李守贞、符彦卿，也就是后来郭荣和赵光义的岳父，还有张彦泽。没错，这就是太平年中吃人肉那个。众人被杜从威这番话雷得外焦里嫩，心想还等个锤子，马上我们全军就要变成烧烤了。于是他们也不再听杜从威号令，各自回营，率领自己的手下突围。老实说，绝地求生的后晋军也确实强悍，在忙中出战且没有统帅的情况下，仍然把契丹骑兵打得四散溃逃。耶律德光如果不是在乱军中抢到一匹骆驼，仓皇逃走，幽云16州可能真就收复成功了。燕青等用万余骑横击契丹，呼声动天地，契丹大败而走，势如崩山。就此，第二次与契丹的战争以后晋的全胜告终。从这次战役，大家看出什么了？没错，后晋的战斗力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但他们统帅拙劣，部将在关键时刻不肯听命，而且那个刘知远居然全程坐山观虎斗。这群一盘散沙般的组织竟然能取得一次次的胜利，也不知该归于奇迹，还是耶律德光确实不行。按理说取得如此战绩，正好可以趁机归纳总结，或趁胜追击。可石从贵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飘了，他再次重用之前被冷落的冯玉，把桑维汉推到一边退休养老。桑维汉这次彻底心灰意冷，从此不再过问政事。然后石从贵开始骄奢淫逸地享受起来，史书记载甚至达到四方贡献珍奇，皆归内府，多造器玩，广宫事，重事后庭，晋朝莫之极的程度。也不知道他着的哪门子急。1年后，公元946年9月，耶律德光重整旗鼓，大军再次杀来，结果首战又吃大亏，被刘知远在河东斩杀7000余人，又被张彦泽在定州斩杀2000多。耶律德光苦恼之际，手下人给他出了主意：咱们正面刚不过后晋，可以用计啊。
耶律德光大喜，忙问何计。手下说，咱们假装再次撤退，这回咱们故意丢失幽云16州中的1-2个给他们，让他们尝尝甜头。他们追击，我们就继续撤，把他们战线逐渐拉长并分散。我们的骑军在速度上占优势，可以各个击破。耶律德光听闻大呼妙计，实际这算什么妙计呢？两军交战，这种小儿科的伎俩，只要石从贵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契丹不但不会得逞，反而会被逐渐逼到家门口，实为火中取栗的昏招。可历史往往喜欢开玩笑，这个计策对任何有经验的敌方主帅来说都不生效，偏偏用在后晋身上却收到了奇效。为什么呢？前面也说过，石从贵正被胜利冲昏头脑，契丹丢失1-2个州给他，恰恰激发了他收复幽云16州越快越好的执念。而且这些节度使和部将貌合神离，互相猜疑隔阂，更愿意各自为战。如此一来，正中契丹各个击破的下怀。石从贵果然中计，见契丹后撤，忙下令杜从威为总指挥，全军出动，迅速收复幽云16州。就算如此重兵，杜从威仍然觉得人少没把握，要求把朝廷的禁军也一起带上。石从贵咬咬牙，决定孤注一掷，只留了500人在开封都城留守，誓要一战成功。看到这，想必各位也料到了他就要倒霉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居然仍然用杜从威这货，真是令人望洋兴叹。果不其然，杜从威到了前线，很快就开始出洋相。他率大军到达瀛州，探马来报前方是座空城，契丹人已撤走。杜从威却害怕中了空城计，不敢进城，反而下令后撤。人家司马懿是养寇自重，你又是为什么呢？结果后退途中进了耶律德光的埋伏圈，全军被围。这回可没人帮他突围了，上司那些能打的全都没在他军中。一筹莫展之际，契丹大营派来送信使者，杜从威徐徐将信展开，顿时眼前一亮。原来他以往的战役里拥兵自重，既不肯救援己方将领，也不肯出全力出击契丹。耶律德光早已看在眼里，这封具有试探意味的劝降信正说中了杜从威的心思。杜从威心想，你石敬瑭能靠卖国当皇帝，我杜从威有何不可？此刻手握大军，正是最好的谈判资本。复刻石敬瑭的路线，皇帝轮流做，今天到我家也未尝不可。见他态度暧昧，耶律德光也不动声色，继续围困。估计杜从威的粮草即将耗尽，才又派使者前来，承诺只要投降，可以册立他为中原皇帝。于是杜从威很痛快的倒戈，率领数十万后进军向契丹投降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此举引发河北州县的连锁反应，连张彦泽也率部下投降了。各地斗志全无，纷纷开城缴械。耶律德光再次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大半个河北。耶律德光马上派张彦泽为先锋，统兵2000直取开封。为什么只有2000人？前面说过，石从贵只给自己留了500人，这事情显然杜从威第一时间就告诉了耶律德光。而耶律德光显然也不完全信任张彦泽，怕他手握重兵生出其他的心思。石从贵作等胜利的消息却迎来了最残酷的结局。他也没什么抵抗能力，只能请翰林学士范质写下降表：孙南陈从贵获致神祸，运景天王。今与太后及其冯氏举足于郊野面父，戴罪赐。随后脱下龙袍，穿上素衫，跪在门口等待耶律德光的裁决。不过他总算是比养父更有骨气，直到此刻也仍然坚持了称孙不称臣的大原则，而且声称是运气用尽，输给了命运，而不是契丹。后晋就此灭亡。耶律德光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想找桑维翰慰问一番，因为早前石敬瑭陷幽云16州，正是桑维翰从中穿针引线。他听说桑维翰此前一直遭石从贵排挤，便想重新启用这个能臣来管理刚刚拿下的后晋都城开封。部下一番寻找后带回消息，耶律德光一听，脸都气绿了。原来他派来破城的先锋张彦泽早他一步进城，开始大肆烧杀抢掠。张彦泽当然知道这些往事，
担心桑维汉会与自己争宠，已经提前一步找到桑维汉，并把他杀死了。耶律德光大为恼怒，加上张彦泽恶行昭彰，几乎把繁华的开封搞成一片废墟。他下令马上抓捕张彦泽，下令将其处死，并剖割心脏祭奠死者。而开封市民见张彦泽已死，纷纷冲上去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脑髓。由此出现了太平年里那一幕，张彦泽也算是罪有应得。至于先前的主战派景延广，可能是之前就得了抑郁症，听闻城破，很快就自杀了。至于电视剧中的千阳礼，确实营造了更加悲伤沉郁的气氛，但真实历史中是没有发生的。当时后晋的群臣主张石从贵贤避千阳，但耶律德光觉得他毕竟一国之君，没必要太过侮辱，所以没有同意。只不过他心里仍然有气，把石从贵封为副义侯，和冯皇后冯玉等人一起被安置在黄龙府，也就是今天的吉林长春。石从贵守着树青薄田，自耕自食，在苦寒之地苟活27年，直到61岁才去世，只比赵匡胤早了2年。相对于5代时期的亡国之君，也算不错的结局。此后不到1年，也就是公元947年3月，耶律德光觉得天热，水土不服，想回北方的草原，启程北归，路上突发重病，死在河北栾城的沙湖陵。所谓沙湖陵，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突厥人入侵河北，被唐军在此歼灭众多，因此得名。耶律德光身为胡人，死在这里，再次应和了浓厚的宿命意味。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此时天气渐热，契丹人担心耶律德光的尸身腐败，不能完整的运回故土，于是由军队中的厨师和军医联手，把尸身内脏掏空，塞满盐巴防腐，称为地巴，也就是低配 1.0 版本的木乃伊。尸体运回老家，太后见儿子的尸体如此惨烈，一怒之下又下令杀死了负责操作腌制皇帝的厨师和军医。契丹人撤走不久，刘知远听从郭威的意见，进入开封建立后汉。被契丹抛弃的杜从威自知刘知远实力强横，俯首称臣后心有不甘，经历了反叛与被镇压的过程后，最终被郭威下令处死。他的下场参考张彦泽，也是上了开封百姓的餐桌。刘知远死后，他的后代与郭威的恩怨情仇就是另一段故事了。我们以下只做对后晋的总结。从上面的经过看出，石从贵和耶律德光都有机会建立一番伟业。耶律德光败于短视，觉得在中原安定下来建立朝廷，征收赋税的方式来钱太慢，占领开封后仍是打草鼓，对百姓烧杀抢掠，很快引起中原各地全面反抗，在撤军路上客死他乡。石从贵表面上败在政治方面幼稚，是个不善权术与平衡的君王，导致帝国从内向外快速崩塌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急功冒进也加速了后晋的灭亡。但仔细复盘，也不难看出他的心路历程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·晋本纪》第9中对他的定评是：自古亡国之仇者，无如帝之甚也。只一句，便写尽他一生的屈辱与悲凉。当然，欧阳修不知道身后宋徽宗的遭遇，所以也算言之过早。旧五代史评他：以中人之才，似将坠之业，奢淫自纵，委托非人。字字如刀，刻下他的悲剧根源。从一开始就与卖国求荣的父亲站在道德洼地，受千夫所指。出战告捷，使长久的压抑得到释放。只是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，不仅仅是石家父子，故事里的所有人莫不如此。